负责华和远见这个项目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江一迪。对，现在外界负面的声音都集中在他的身上，我觉得切割一下吧，你觉得呢？这至少能向媒体表明我们不姑息的态度，这对挽回公司形象也有好处。张宏达涉嫌走私这件事情，其实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也请公司的内控部门做了调查，没有证据指向江一迪参与或知晓张宏达的走私案。而且他是我一个非常得力的部下，很有能力，所以从工作的角度上来讲，我希望我能给他担保。你和他不会是有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我懂您的意思。既然你这么说 ，OK。不过，在张宏达的事情影响消失前，先让他少碰案子吧。明白。那就先这样。行。进。伊森，外面出了点小状况，你出来看一眼。于总，谢谢于总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让我办个 party， 大家庆祝一下吗？这不挺热闹吗？哎，尝尝，橙子特别甜。来，一起。来，吃！尝尝点心，尝尝点心。点心也很好吃啊。很惊讶吗？我想着叫大家一起下午茶，热闹一下。给我一个。给你一个。来，谢谢啊。草莓要不要尝尝？真的很甜。哪儿买的？没有，一个老朋友送的，他做进口生鲜领域做了蛮久。哎，他听说我来玉象投资之后，还主动提亲你呢。他说知道你在这个零售领域里做过蛮多案子的，还做过一些深入研究，特别感兴趣。伊迪最近不是在看这块吗？那是吗？那太好了，到时候我跟他一起看一看，再跟你汇报。对，江一迪呢？于总，伊迪姐去看项目了。哟，我听说你们已经跑通了 MVP 模型了。对，现在前置仓日均单量在1000单左右。那客单价呢？这些我回头让下边人给你发资料，行吧？哎，不用那么麻烦，我们其实现在就可以把这些。正好有个事儿，我问问你，华科远见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我听说之前的投后是你负责的。这张宏达真的走私啊？外边可都在传说什么他就是个背锅的，也不知道真的假的。哎，你们玉象投资到底知道多少？说说呗。宋子，你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吧？毕竟这个项目你都跟了那么久。宋总是这样啊，那个，我们玉象投资呢，肯定是没问题。你刚刚橙子都没吃，尝点水果。来把吃的。哎，那天发生那一幕，你没看到啊？不知道啊，你快说。看到了，不就是大堂里头闹你出？哎，我不知道啊，哎，快说说。远山东方的人来闹了，指着江一迪大骂，差点没动手，反正场面挺难看。那好歹是1个亿的。哎，听说啊，负责这个项目的人都被开除了，就连周航也被停职了啊。这回啊，远山东方估计是要大地震，连锁反应呗。真的？哎，伊迪怎么回事啊？华科远见走私这么大的事儿，他怎么就不知道呢？这咱们也不好说啊。差不多得了啊。伊迪什么人你们还不知道吗？大家毕竟是同事啊，背后不要瞎嘀咕，有能耐当面说。
就说这个事儿。来，我说一句话，所有人听好了，我只说一遍。从今天开始，华科远见这件事情翻篇了，不要再提了。我们只需要关注现在以及未来。你刚刚那个案子挺好的，写一个方案给我。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今年的年会，我要做一个非常盛大的，每一个人都给我想一个方案出来，我选中的，中奖。宋总，我真的觉得，生鲜电商这块啊，是一个万亿级的通道。小江啊，不着急。你看啊，之前你约了我好几次，我真觉得你挺真诚的，所以今天你约我，我也就见了。但实话实说，在生鲜这个领域，那我们绝对是行业翘楚。那当然。所以不是我们在找钱，是大把的风投拿着钱在后边追着要投我们。当然了，越是这个时候，越不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你说是不是？是，那肯定的。毕竟，华科远见，那之前可是被业内最看好的公司，结果呢，你看看，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实话说，谁不心寒，谁不害怕？所以你不从别人那儿吸取经验教训，到最后吃亏的只能是自己啊。宋总，我明白您的担忧，但是我可以保证啊，像合作呀，没有什么保证不保证的。我觉得呀，咱们把节奏都放慢一点的，你呢也多看看，我也多想想，互相之间都慎重一点，你说是不是？可以，这边是。吴总，吴总，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仓库哈，整体的咱们今天就先这样，是非常好吧？庞大，回头电话联系。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呢？我们现在虽然清空了，下吴总上，哎呦，老宋，你怎么直接到这儿来了？我过来看看吧。走，去我办公室喝茶。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您。我也没想到你盯上生鲜电商这个跑道。对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他们线上渗透率还不到5%，但是空间还是挺大的，所以未来应该是个蓝海。你的嗅觉很灵敏，这个我早就知道了。不过老宋不好谈吧？啊，太难谈了。不过你不也说嘛，容易的事情不一定是好事儿。气力不错啊，我就赏识你这一点。不过张宏达的事情对你的影响挺大的。其实啊，老宋今天能约你，也是我让他这么做的。主要是我想跟你好好聊聊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找你吗？一是克勒曼在筹备，很多事情都不稳定；二是我离开预想投资的时候，正是风口浪尖。你要是跟着我跳槽的话，很多风言风语不就坐实了吗？对，我也是为你考虑。因为不管怎么说，你来预想投资一直是跟着我的嘛。所以，你爹啊，来克勒曼吧。你很有能力，而且现在时机也合适，我们在一起合作。在一起合作？当然了。我知道你对华科远见的感情很深，不过张宏达的事情，谁都没有想到。要是我还在预想投资的话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的。不过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。但是有一点，通过这件事情，于石这个人你应该看清楚了吧？当然了，作为合伙人，保证公司资金的安全没有错。但是这件事情，他把它做绝了，
根本没有给张宏达留活路。你要是还跟着这样的人，能有什么前途？能把你当自己人？你有很多想法，有很多抱负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施展，为什么呀？没跟对人啊。可是我可以给你这样的机会，待遇条件我都可以满足你。更重要的是，华科远见没有完成的事情，克罗曼可以完成；张宏达没有做成的事情，克罗曼可以做，而且会做得更好。我还可以告诉你，我们会有个大动作，未来智能医疗，克罗曼必然是第一梯队。你将会很快地看到一个属于克罗曼的时代。一个克罗曼的时代。对。要不要上车？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，就看你了。吴总。嗯。您您邀请我是有条件的吧？聪明。张宏达的爱人陈燕，现在是华科远见的负责人，你们的关系不错。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儿？说服他，接受我的帮助。你师傅张宏达一走，华科远见破产被清算在所难免了。这时候会有很多人找到你，有的人是为了摸清真相，而有的人是想利用你。利用我？华科远见的价值仅仅在于张宏达吗？玉象投资还有我们原生投了这家公司，难道仅仅看重的是创始人？是因为华科远见的核心技术啊？对呀，他的手术机器人用于临床之前需要大量的模拟手术，还有数据的支持。当然了，你可以模仿它，模仿外壳、硬件什么的，但是没有数据的支持，稳定性、精确性都会大打折扣。而在这个时候，有些人会需要另外一种解决的办法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周总，你的意思不会是说，有人故意给华科远见下套？华科远见倒了，那破产清算需要1-2年的时间，这1-2年的时间足够另一家公司复制和剽窃华科远见的核心技术。这是手术机器人最核心的零部件，也是手术机器人的大脑。这是华科远见最有价值的部分。我还可以告诉你，我们会有一个大动作。未来智能医疗，克罗曼必然是第一梯队。你很快的就会看到一个属于克罗曼的时代。您好，请不要挂机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你再给我几天，行吗？你看宏达在的时候，从来没有拖欠过你的钱。哎，秦总，张总不在了，咱们这工资不会不发了吧？我想办。这都3个多月没发工资了。之前张总说，只要原生东方的钱一到账，
就会发工资和这个补发奖金的。这张总都这样了，这工资不会赖掉了吧？我会想办法的。但现在你还要怎么样？你要逼死我，让我像宏达那样跳下去就好了是吧？我说了，我会想办法，我会想办法的。好。陈总，科罗曼那边的人又打电话来，让他们滚！滚！来，给你买了杯咖啡。刚好犯困了，谢谢。哎，我纳闷个事儿，能问问你吗？说。咱们公司跟克罗曼有合作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我刚无意中在朋友圈看到这个，这不是伊迪跟吴月婷吗？还有快达生鲜的宋总。伊迪最近不是在接触快达生鲜吗？我是听说最近克罗曼到处在挖人，公司的同事们都说，以前吴月婷对伊迪非常看重。喂，于总。你今天为什么没来公司？我去找那个生鲜的宋总了，去他公司了。你在哪？我在公司楼下。上来以后第一时间来我办公室。哦。把门关上。找我，老板。生鲜电商那个板块，你停一停，交给唐若吧。你去关注一下影视文化行业，然后做一份分析给我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这是我的安排。好，那我能要一个理由吗？这个算吗？如果你还愿意听解释的话，我解释一下。这个就是正好遇到了老吴，然后寒暄了几句，没什么。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，不重要。玉象投资的大门永远都是敞开的，随时会有人来，也可能会有人走，很正常。也不会因为任何一个员工的去留而倒闭。但是我有一个原则：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要跳槽，我必须是第一个知道的。如果我说我没想跳槽，你信吗？吴月婷没有给过你 offer 吗？给了，我没接受。但是也没有拒绝，对吗？所以你犹豫了。犹豫了。犹豫了，怎么着？你对我的忠诚就这么不值钱吗？
老板，我没听错吧？你跟我聊忠诚，你没听错。你不觉得这特别可笑吗？我认为啊，忠诚和信任是相互的，对吗？你信任过我吗？如果你试着信任我，那非常有可能挽救一家即将倒闭的创业公司，甚至一条人命。但你信任过我吗？包括今天这个事情，如果你信任我的话，你也不会来问我了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华和远见这事儿过不去了，是吧？过不去。这个世界就是物竞天择，弱肉强食，优胜劣汰。没办法，这就是丛林法则。而在这个丛林里面，只有两种动物，一种是狼，一种是羊。狼吃羊，有错吗？没错。但如果你一定要用一个羊的思维生存在狼群里，那我明确的告诉你，不适合你。你可以选择离开。可能我就是那种没有用的羊吧，我也改不了了，怎么办呢？谢谢你提醒我。关于离开的事情，我会慎重考虑的。还有事吗？没有。谢谢。今天我要出一趟差。你不是被停职了吗？跟你没关系，其他的事儿。你停职跟华科远见有关系吗？我总感觉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是不是有什么内幕啊？你想知道什么？我想知道一切。我觉得张宏达的死没有那么简单，元盛东方跟克罗曼肯定有关系。等我出差回来之后，但愿能有个结果吧。周航，我们是夫妻哎，所以你还是不打算告诉我吗？还是不能告诉我？现在这个阶段，我希望你好好的休息，养好自己的身体，不要多想，也不要多管。有的事情，到时候自然会真相大白的。
沈宗玉知道咱们俩一起去啊？知道呀，我跟他说了。他什么反应？他没说什么呀。他肯定会根据事态发展采取行动。人家毕竟是大股东，不到必要的时候不会出手的。所以这回我们一定要有所收获。还有谁知道咱们俩一起去？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吧？虽然你已经停职了，但肯定有很多双眼睛偷偷盯着你呢。这时候我这个前女友的身份可就管用了。谁能猜到咱们俩这次去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呀？只要你猜的别误会就行了。啊，哼，你别小看了他。听说中商浪潮要建新媒体平台啊？哎呀，谢林辉愿意干，就让他干吧。不是你这人员怎么分配啊？你之前要裁员，你现在不会要招人吧？你这么搞，大家都人心惶惶啊！我也不想，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，是不是应该把谢林辉和吕健叫到一起来开个会，听听他们的意见，这不就完了吗？这能达成统一吗？小李啊，沉住气。咱们平时就连改个标点符号都得开会讨论，这回倒好，是去新媒体部还是留在这儿，他让我们自己选择了。没看出来吗？他就是逼着我们站队，还得明着站。平时李社就喜欢搞这一套，现在可倒好，他站哪边我们是看清楚了，就是我们站哪边，是不是跟他一条心，还得让他看清楚。这再过几个月，他都要退了。哎，你说他那么起劲儿跟那谁撑腰，何必呢？就是因为马上要退了，李社才不想装老好人了。他认慧姐多少年了，一直想要搞走她，要不然以吕健那点资历，能窜那么快？那你怎么选择呀？选择去新媒体跟着慧姐干？你呢？你们怎么选？哎呀，这个人心呐，哪怕你再有理想，再热情，再讲交情，可是到最后呢，考虑的都是现实问题。这现实问题是什么呢？大家都是成年人，除了理想，现实问题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。你们也知道我们家里的情况，老人年纪都大，孩子也要上高中了，经不起折腾了。都折腾不起啊！我当然是想跟着慧姐了，但是新办公室实在太远了，我每天又要接送孩子上学，这得横穿整个普航市，这路上啊，就得2、3个小时。2、3个小时也就算了，关键是我听说这个新媒体部门还要绩效考核，直接跟公司挂钩。就算咱拼死拼活干吧，那也要半年才能看到效果吧？这还是一个乐观的一个情况，那要是运营不好怎么办？是啊，我听到的内部消息了，裁员这件事儿只是目前暂停，我估计他们会借用这次人事调动，找一个绩效不好、业绩不佳的理由，再把整个部门给砍了。这要搁5年前吧，我倒还真想跟慧姐闯闯。可现在这上有老下有小的，哪敢头脑一热就跟着上啊？
我还刚买一套房，30年的贷款。你今天胆子挺大啊，不怕被同事看见了？选这地儿，这儿离社里可近呢。静静，我有正事儿跟你说呢。啊，正事儿。吕主编，有正事儿咱们就回社里说。现在是午休时间，我要休息，没时间听你在这废话。别闹了，行吗？以前是我不对，脾气太急了，我给你道歉。道歉接受，拜拜。静静，真的别闹了，我给你道歉了，我确实不对。但是我前一阵子的压力那么大，你理解我一下行吗？你真以为我傻是吗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！你这么着急忙慌的把我找来，不就是为了下午大家选择去留？哎，怎么还想让我去谢林慧那儿给你当密探是吗？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那你觉得我说错了吗？雨静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呀，就是想利用我。以前的那些甜言蜜语啊，全是虚情假意，你戏够好的呀你。以前怎么就是甜言蜜语了？怎么就是跟你演戏了？我们在一起多长时间？2年多了。那以前我对你的好，你忘了？行，你自己看。你不是说要看到那3套房子吗？我都跟售楼部的人联系过了，也约好了看房的时间，短信记录都在手机上呢，上面还有时间，你自己看。真的？你要看的那3套房，说实话有1套还可以，另外2套太偏了。我不是不接你的茬儿，也不是不搭理你。我自己也有特别好的朋友是做房屋销售的，他们给我推荐了更好的楼盘，可你从来不听我把话说完，一整还挂电话。当然我确实也有错啊，本来想给你个惊喜，没想到把事儿给搞砸了。没骗我啊？真这样啊？我敢骗你？那你还不把我的房顶都给我掀了？
怎么说话呢？说的我跟泼妇一样。婷婷，咱俩别再吵架了，真的。每次跟你吵完架，我自己挺难受的，我睡不着觉都。就剩下我自己躺在床上孤独寂寞冷。别跟这儿肉麻。咱俩和好了。行吧，行吧，您赶紧撤吧。走吧。知道你呀，多待1分钟都怕被市里人看见。哎，你不回杂志社呀？你先回去，我再买一杯咖啡。这不都2杯了，你怎么还没？你应该知道我给谁买的。主编，哎，票子大家都想好了啊，好好工作。慧姐，隔壁新开了家咖啡店，给您带了杯，尝尝。谢谢你啊，晶晶。客气。他们一个都没来啊？人各有志。嗨，没事儿，有我呢。哎，我跟您说啊，刚才要不是我去买咖啡，我早就来了。想清楚了，新部门可是人手不足啊，去了工作量很大，而且新的办公室地址也很远，通勤的时间都要很长的。嗯，您说的嘛，人各有志。只要跟着您，天涯海角我都去。工资可不涨啊！啊？哎，不是慧姐，这事儿，哎，慧姐，这事儿是不是可以商量商量呀？夏老师，哎，你们俩怎么来了？我这不听说社里今天人事部有调整，赶紧约了叶伟过来了。你们俩不是实习期都结束了吗？那个小慧她今年研究生没考上。胡说！我明明是想跟谢老师再学2年。那你呢？你不是去什么广告公司了吗？啊，那个我不去了。我想了很久，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做新闻和做传媒。谢老师，他们跟我说您要去搞新媒体了，我和小慧也想加入的。哪怕让我们再实习半年也可以。对，之前在这里实习的时候，总感觉使不上劲儿，提出了很多新点子，都被老师们否掉了。但是呢，在新媒体互联网这块儿，我觉得我还是很有用武之地的。但是去了那边，可是一切的条件都远远不如这头啊。没事啊，我们只想学些真本事。对，我俩不着急挣钱。你们俩可想好了？哎呀，不用想，跟对的人做事儿就不会错。是，有品位。走吧。那我俩算加入了。走吧。
这地方还是挺大的呀，还有楼上呢。大是够大的，不过这样也没办法办公啊。哎，慧姐，这要怎么搞啊？咱们可以自己弄呀。自己弄？自己怎么弄啊？我又不会装修。我会呀。主编，我大3的时候呢学过室内设计，虽然水平一般，但是呢画一些什么设计稿，这种简单的工作还是 OK 的。